一天之内1亿美金就这么掉海里打了水漂，美国纳税人非常气愤，连我这感冒都又加重了。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7号，开始我们今天的5件要闻。第一件事是讲一件让美国纳税人肺气炸了的事儿，这1亿美金一天之内都打水漂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官方X 账号对外发布了，一天时间30分钟之内，先后有2架飞机掉海里了。第一个掉海里呢，是一个叫 AH-60海鹰直升机，这个直升机造价4770万美元，这是第一架吧？这是非常少见的事儿，因为这个飞机它不是说滑的，它是直升的，它愣掉海里了。第二呢，这个飞机它主要是负责航母战斗群的反潜和巡逻任务的，这是一个作战飞机。不到30分钟第二架更贵的高达6000万美金的 F-18A 大黄蜂重型战斗机又掉海里了。你能想到吗？据一些数学家测算呢，这种同一天之内有2架飞机在一个航母上掉海里的概率是50亿分之一。今天就让全世界人民见识了一把，这1亿美金它就相当于打了水漂了。这个呢，双方可能接下来要进行调查，但这是一个孤案吗？还真不是。我给大家拢一下，自从老川开始第2个任期以来军方经常出一些以前没出过的事儿。你比方讲今年2月份的第2个，那是叫杜鲁门号航母，在红海行驶过程中，它居然和一艘商船相撞了。航母有航母的航向，这商船有商船的航向，它愣能撞到一块儿，这又不是说潜艇突然上浮，你互相看着，你的雷达都干什么去了？所以说这个舰队的舰长已经被调职了。我认为你不能用意外，这个就是疏忽了，渎职了。另外，同样是杜鲁门，今年已经损失了3架价值6000万的这个超级大黄蜂了。其中一个呢是在4月27号，当时这个航母为了躲避胡塞武装的那个导弹袭击，它要紧急避让，等于是甩出去，把飞机上一个 F-18直接甩上去了，6000万美金没了。没过多久，在5月8号，又有一架 F-18大黄蜂在那个降落的时候着陆没有勾住直接掉海里了。另外还有一架飞机都是这杜鲁门号上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2个，在今年是2月份有一架直升机在哈德逊河上和一架这个民航飞机相撞，因为它躲过了一架民航飞机，另一架它没看到，撞上了。那你就不能用仅仅是意外来进行解释了。我个人觉得美国军方应该至少在2个方面要进行检讨。首先是不是说政治忠诚大于专业技术？哪怕说这俩都同时重视，你也不能把政治忠诚做得无限大而不看专业能力。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今年3月份轰炸那个 B2 轰炸那个伊朗核设施的时候，老川说全炸了。军事情报局局长说没有全炸，只是受了一定的损伤，但是半年后能恢复。老川怒而把那个情报局长给免职了。那你说实话就得到这个待遇，大家还敢说实话吗？自从上个月这个老川包括海斯部长正排级国防部长召集全球的高级将领开了一个会，倒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主要是让大家呢进行政治忠诚站不站队。如果说你们
不赞同我们的观点，你现在就可以走出这扇门，当然你的军衔也没了。这就是赤裸裸的让大家本来是政治中立的军队啊，过于的政治忠诚了。在这儿呢，我想说一下，如果说打仗的军队你偏重于忠诚啊，它就非常像中国，就是那些溜须拍马的，说好听的，老板你想听啥我跟你说啥的人啊，他爬的是很快的。而坚持专业的人呢，往往他不是那么溜须拍马，他就会排挤甚至转业。你说你这个美军战斗力是不是会受到影响？第二个应该检讨的地方呢，就是美国的政治啊，它和宗教是分开的。你宗教不能过多的干预政治，因为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按照美国宪法，尤其是第一修正案呢，美国是不设国教的。尽管美国有多数的人士呢信仰基督信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但你工作归工作，信仰归信仰，这是分开的。但老川第二次当政以来呢，大家明显感觉，无论是在白宫啊、司法部啊、其他部门，他经常集体的这个祷告，这就说明呢，宗教过多的干预了政治。因为有人就提到，美军啊现在啊晋升了一些什么人士呢？就是福音派更多一些啊，进入了军队。他升上来以后啊，他们有个传统，要定时的要进行那个祷告。当然可能和穆斯林还不一样，穆斯林一天要好几遍啊。如果说你祷告的话，因为海军就有人提出啊，他们自己发的帖子说，他们在维修过程中到了时候了，他要去祷告了，那你势必会影响战斗机维护的质量和按期交付。打仗的时候哪能等你那么长时间呢？我还是觉得应该让战争，尤其是战争机器的军人啊，回归专业而远离宗教。你下班后可以，但你上班的时候你别祷告啊，是吧？这和穆斯林有啥区别呀，对吧？所以这两个方面啊，美国军方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不然这种$1亿扔海里的事儿啊，可能它不是最后一次。第二是啊，说一下中国的事啊，中国现在对于舆论管控啊越来越严了，尤其是这个四中全会以后。开完会以后呢，最近有两个事儿，一个是已经18号的时候啊，在江苏启东有一个小火车被海浪吹到海里去了，好像是死了3、5个人，一家人啊，上海一家人死了，一共是死了5个人。这件事儿是在四中全会之后才爆出来的，这就说明啊，当时明明有9级大风的时候，为什么不停运？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啊，那还是要收门票，哎，赚钱可能是高于了这个生命了啊。第二个呢是湖北省十堰市一个电动车冲向了放学的人群，有很多学生被碾压。据说呢，死了有3个人啊，我想实际人数可能会更多。但是啊，这个消息被当地啊严密的封锁，凡是受伤住院的当地辖区啊，1对1啊，你总之手机收起来，不允许对外发布消息。所以未来大家在中国媒体看到的可能都是歌舞升平、岁月静好，但是啊，这种恶性事件、反社会的事件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第三件事呢，我们说一下这个老川啊，他儿子入股一家公司，专门做无人机的，据说是最近刚刚获得国防部3000多架无人机的合同，既有无人机也有零件。在这儿我可能要问一下啊，就是他不太懂军火，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训练，他只是说成为一家公司的顾问啊，持有一些股权。他居然击败了那些传统的强项的什么波音呐、这个雷神呐、他们拿到这个合同，是不是说拼的它不一定是专业技术，而可能是关系？这个倾向就越来越像中国化了。皇亲国戚的公司，你靠关系能够拿到订单，那是不是转手又外包了呢？哎，
这个时候买单的可能仍然是美国纳税人。好，我们说第4个事儿啊，就是老川现在也开始有点中国化，像捞人了。以前我们节目讲过，中国曾经有一个政治局常委啊，是9个大脑袋之一的周永康，他是管所有的公检法司情，他叫这个政法沙皇。他的儿子叫这个周斌，还有他的老婆贾小叶，他就开设了一个业务叫帮人捞人。死刑的可以改成死缓，死缓改无期，无期改保外就医。总之，你只要是犯了事儿，钱到位，当然这个钱是几千万级别的啊，就能买命，就能买减刑，就能买保外就医。你以为这种事它只在中国发生吗？但是我发现老川这段时间呢，他干的一些活呢，有点被周永康带坏了啊。这责任是在周永康啊，跟老川没太大关系。他其实还挺单纯的啊，咱必须对川粉这么说，要不然他不答应啊。因为什么呢？最近捞的一些人呢，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共和党的利益啊不沾边儿，但有可能和别的利益沾边儿。我们说他捞的第一个人，最近有一个华人呢，可能是新加坡籍啊，他叫赵长鹏，他为老川的家族玩这个币圈，这个收益超过了原来的地产商，就是今年赚的钱已经超过原来老川干了一辈子地产商赚的钱了，就是虚拟货币。这个赵长鹏肯定是居功至伟啊，现在他就老川动用自己总统的赦免权利啊，给他赦免了，司法部你不用去调查了他去了。那你看看这里边他获得巨额收益的时候，那赵长鹏是否适合豁免呢？因为在拜登时期，司法部查出来这家伙呀，他不光是为这个商人干活，他也为一些 IS 呀什么那些恐怖组织啊，他也搞洗钱。赵长鹏手上是玩过这个的，因为那些 IS 啊，他也玩虚拟货币，也用这个来进行洗钱。那你这个罪名难道就因为老川赚了钱就可以洗脱吗？所以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是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共和党籍的前众议员，纽约州的，他呢去年很火啊，因为他是靠撒谎。他说我是这个摩根斯坦利的员工，我是经验丰富的投资家。然后呢，他又说他读过什么大学啊，然后因为这种谎言，他成为了纽约一个选区的共和党的众议员。但很快啊，人们就发现他靠众议员捐的这个钱，本来是竞选的资金，他自己给花了，这应该有几百万美元啊，这花的是公款。这个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把他给驱逐出众议院，然后呢，他也不再代表共和党。后来这家伙不服，本来想以独立人士再参选，又失败了。你看，就是一个信誉破产的人，在把这个选民的钱拿去满足自己这个用途的人，居然被老川给赦免了。老川在自己的帖子中说，这个托伦斯啊，他确实是无赖流氓。你看他赦免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实际上有很多更流氓的人呢都没有受到追究，所以说他处罚7年明显过重了，我动用总统的特权，我把他赦免了。你看，我们讲啊，这一个道德水平的人，明显犯罪的人，他赦免不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纽约市的利益，也不符合共和党的信誉的利益，因为他已经被共和党开除了。那你告诉我，他符合谁的利益？因为这小子还是有点钱的，你就懂了。另外，他又赦免了某一个州的参议员啊，这个事儿被这个大西洋月刊给披露了，是因为有一个中间人曾经长期担任老川的川普集团的安全主管，现在这个人呢，自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开始揽这个活，就有点像周斌干的那个活。他经常对有些人讲，自由值多少钱？也就是讲，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狱中服刑，如果你偏重于共和党，
支持老川的政策，你只要钱到位，他就可以解决这个事儿。我感觉这个安全主管啊，可能扮演的是一个白手套的角色。当然了，你不能用法治来要求这种人呢，你只能用江湖规矩。因为在江湖规矩中，老大现在手里掌握这样的权利，美国民政赋予了总统这种赦免的权利，那鸡犬就可以升天呀。在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你要能当老大的话，法律也不能管你了，然后呢，你犯了法也能赦免了。最近赦免的还有一个什么呢？有个叫梅隆的啊，他最近呀，捐了1亿多美金给美军发薪水。现在不是双方在那个这个打官司期间嘛？你以为这个人是好心吗？因为老川说是一位光荣的美国爱国商人捐了这1个多亿给这美军开了薪水，开了一部分薪水啊。但是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了，这个家伙现在正在陷入司法诉讼当中，因为他的梅隆银行是和爱泼斯坦关系非常紧密，是为爱泼斯坦洗钱的。而现在司法部正在调查他，现在他捐了1个多亿给老川去发这薪水了，发军饷了，那接下来司法部还能调查去吗？是不是该抬抬手？所以说捞人这个事儿呢，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还得继续。第5个还是聊一个加拿大的事儿啊。简而言之，加拿大总理讲的，我们和美国长达100年的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加拿大要走的2条路，一个是经贸多元化，有好产品不光卖给美国了，要卖给欧洲，卖给亚洲，和中国恢复关系。第二个呢，它军事要实行自主。接下来的88架 F-35不再买了，开始买欧洲的鹰式战斗机了。加拿大也想清楚如果万一你碰上这一个不太稳定的总统，那加拿大的安全谁来负责呢？总不能让远在欧洲的英国来负责嘛。你最终还得花钱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哪怕说不防美国，哪怕防俄罗斯呢，鹰式战斗机足够了。好吧，最后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节目有一些是老川的支持者，也有一些老川的这个反对者我不去讲谁对谁错，我只是陈述这个事实，让大家自己来评判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都有更新，咱们明天见。记得您要打开小铃铛，再见。